各位，你们听说了嗎？伊朗要把他的武器級的濃縮鈾交給中國保管，這個事兒可大了。5月25號，沙特阿拉伯的電視台的援引高級消息人士的報道稱，為了解決美伊衝突，伊朗願意從其境內轉移高濃度鈾，但前提是將高濃度鈾交至中國。消息人士稱，在與美國達成協議之前，伊朗正尋求中國的保證。在這個外交部的記者招待會上，彭博社的記者問Did Iran ask China for help in transferring th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o China? And if the report is accurate, is China willing to accept Iranian? 自從美以一戰事發生以來，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內的相關各方保持緊密溝通，一直在為止戰奔走，為促和努力。關於伊朗核問題，我們一貫支持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希望有關各方能夠抓住機會，通過談判達成兼顧各方合理關切的解決方案。我們也願意繼續為伊朗核問題的政治外交解決發揮建設性作用，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促進中東和世界和平穩定。外交部一貫是打太極的，也沒說接收，也沒否認說不接收。那到底接收不接收啊？這個事兒可挺大的呀，朋友們。為啥呢？這440公斤的60%濃度的濃縮鈾啊，是這次中東戰爭核心中的核心啊！你別看這60%，覺得這才不到一半嘛，還不到90%呢，你着什麼急啊？這個不是這樣的，核彈的制造它可不是線性的，60%的風度其實已經完成了前期提煉93%的工作，剩下的只剩7%的工作量，不需要很久就能夠成為核武器級別，而且呢，劇毒，即便是不到90%的核武器級別，如果以色列對伊朗核打擊，伊朗用其制作髒彈回擊的話，理論上是可以的。因此呢，濃縮鈾在哪裡，相當於美以的槍炮就對準哪裡。之前呢，說想派特種部隊去取，這個難度很大，幾百人根本不夠用，需要大型的器械、防毒設備、專業人員的協同。此前呢，就有將濃縮鈾交給俄羅斯的傳聞，很多人一聽呢，覺得也靠譜，是個解決方案，但是呢，也不太現實，而且假設普京同意，也就根本就不存在說要運到中國這件事兒了。這可不是家裡邊的這個什麼輜重細軟，讓你幫忙保管一下，這可是個大雷呀！且不說這個運送多麼不靠譜，風險多大，保管多麻煩，你就說這背後的政治博弈就十分複雜。假如俄羅斯和中國接了，美以再次暴打伊朗，保存人怎麼辦啊？你要不要幫伊朗啊？這是深度的信任綁定，你不可能不管吧？甚至現有的政權瓦解了怎麼辦呀？親美的政權上了，讓運回去，你是給還是不給啊？更不要說這中間各種扯皮的事兒，如果運輸過程中被人劫了、炸了，算誰的呀？所以說，濃縮鈾最好的方式就是留在伊朗，實在不行運到俄羅斯，讓他們捆綁。中國沒必要死板的遵守什麼核不擴散條約。如果美國向其盟友轉移核武器，甚至允許日本擁有核武器，中國又何必當那個謙謙君子呢？目前伊朗內部也是博弈激烈那好吧，關於這個事兒呢，台灣的名嘴賴岳謙和郭正亮都說這可是個大雷呀。好像美國跟伊朗方都有這樣的一個默契，也就是不再把濃縮鈾交給俄羅斯，似乎轉向轉給中國大陸。以目前來講，中國大陸確實是完全有能力接收這個濃縮鈾。第二個就是假設美國在違反協議的話，中國大陸可以在第一時間把濃縮鈾交還給伊朗，由伊朗自己去處理，因為以色列也好，美國也好，也不敢
去攻打伊朗，也就是不敢攻打中國在移交濃縮鈾給伊朗的時候的所有的手段，這不敢，因為中國大陸目前是1等1的大國了，所以這個不敢，所以這個伊朗方來講，他是有興趣的。過去是交給俄羅斯，但是後來俄羅斯這邊已經有風險，是因為對俄羅斯來講，它是透過內海，就是裡海，對，它可以把濃縮鈾移交給伊朗，但是要由伊朗自己來去接。可是伊朗自己來接的時候，如果伊朗在運輸的過程跟靠港的過程中被以色列打掉，那責任是在伊朗方，不在俄羅斯方。那這個對於在這一次的戰爭中，以色列已經證明它可以打到裡海的伊朗的港口，所以伊朗本身已經沒有這樣的一個安全感，所以它看起來比較傾向於由中國大陸來接這個濃縮鈾。那問題就在於，川普同不同意？川普目前的讓步是說一定要銷毀，但不一定在美國銷毀，但是問題就是伊朗來說的話是不可能銷毀，伊朗過去很硬的是連移出去都不可能，對，現在看起來有鬆口，那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跟伊朗當初都認為說已經快要接近這個協調點了，對，現在美國它的放話是說，只要把語義轉一轉，讓他對國內能交代，那麼忽悠過去，這也就算了。這樣子，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但是沒有說明，因為川普現在面對最大的困難，不是以色列，也不是伊朗，也不是他的軍隊，是他的內部，他的內部已經給川普很大的壓力。說你不能夠妥協，讓伊朗還擁有濃縮鈾，而這個戰爭結束，然後你解除對伊朗的制裁。那現在是卡在這個上面。是，所以呢，這個亮哥，你看怎麼看哈？怎麼處理？現在問題就在於你現在要跟伊朗談，其實濃縮鈾收的國家就是燙手山芋了。你怎麼知道他們全部交給你？比如說我們假設440公斤，它都出口到中國，中國大陸一家運河裡就載走了。那如果又在境內被發現呢？是，那中國要不要負責？是有這種問題耶。當時並不是強制交給俄羅斯，這個只是方案之一。當時主要是限制使用離心機，那使用某些東西了，限制條件是這個。那伊朗也沒有答應說國際機構進來，那強制稀釋，你只能夠維持到3.67，等，他沒有答應，沒有答應，是，那所以這裡面就有一個實際的問題，伊朗不願意接受監督了，所以像川普這個政府能夠要監督到什麼程度，我是嚴重懷疑。所以，像現在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伊朗的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台，他們在今天就有報道，部分外國媒體有報道說，伊朗與美國達成14點諒解備忘錄，純屬捏造，毫無根據。什麼涉及開放荷姆茲海峽、啟動核問題談判、解凍凍結的資金等，均不屬實。然後呢，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還透過了社交媒體表示，地區國家將不再充當美國基地的盾牌，美國在這個地區將不再擁有避風港了，非常的強硬，然後完全就否認了有關於現在外媒報道的種種。好了，現在就是叫做第三方介入前的各說各話了，談判都這樣了，因為他們談不出來嘛，是，所以都會把自己的立場拉高了，那在等什麼？等中俄正式進場，那才有讓步籌碼。是。所以你看，我尊重你啊，而且這個會有可能在安理會開所以我認為美國跟伊朗現在把姿態拉高，都是準備最終局的談判，第三方加入之後要讓步了。是他的讓步方案，那個時候才會浮現嘛。因為現在完全沒有信任嘛。是。不過我是覺得，就是上次很諷刺的，2018年，川普不是退出伊核協議嗎？那伊朗的核武進步神速。
退出之後，伊朗反而做得更快，所以濃縮鈾不是一下到60%嗎？對啊，就是有急迫感嘛。所以我跟你講啦，我認為這個國家永遠都有急迫感啊。請問你有把以色列的核武拉進來談判嗎？是啊，沒有。那我怎麼會沒有急迫感？是，好，來，我們幸好小哈梅內伊5月21號就下了死命令，說這些油絕對不可能離開伊朗，這是腦子清醒的表現。可是呢，後續呢又傳這樣那樣的消息啊，是吧？所以說中國一定不要接這個大雷。最新傳來的消息是，剛剛川普表態了，說只給伊朗2條路，要不然的話這些濃縮鈾就讓美國拿走銷毀，要不然的話就在國際監督下就地銷毀。所以你看這個事把川普也給惹急了，說這個油絕對不能交給俄羅斯，也不能交給中國啊，美國不幹這個事兒。所以這事兒我知道會有人說，理論上講，那麼中國軍援伊朗拖住美國打代理人的戰爭，那不是當下最好的戰略嗎？你幫他保管一下濃縮鈾又咋了？中國不會這麼做，我不跟你說了嗎？你說伊朗也不是鐵板一塊，他們也看不上中國，他們想融入美國，融入西方呢。所以呢，中国根本不值得为他們投入和为他冒險，就隨他去吧，沒有一點必要去摻和除了經濟、民生、人道主義之外的事兒。中東現在就是一鍋屎，你就讓他們幾個攪屎棍在裡邊攪和去，中國別摻和，事情只會不停的反轉再反轉。為什麼呢？因為既想得到的得不到，想離開的不甘心，最終那就得賭一把大的。他們是自己把自己給玩砸的，跟中國沒啥關係。大國博弈是關鍵階段，一招不慎滿盤皆收啊，是吧？這個中國呢是比較保守的不願意主動去戳美國，趁他病要他命，讓他們自己在中東多玩一會兒。這個中國做自己的事兒也是不錯的戰略選擇，不接招不入局是目前最大的智慧了吧，各位同意嗎？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